从国公府的丫鬟变成尚书府的千金，人人都说我走了大运。可这运气在抄家流放的圣旨下来时到头了。曾经亲自引我回府的尚书大人一巴掌打醒我：你不过是我女儿的替死鬼，真当自己是什么千金小姐了。流放路上，当我带着沉重枷锁，一身狼狈时，竟看见了顾远霜。他是我贴身伺候的二少爷，是许诺过要纳我入府的人。我欣喜至极，以为救星来了。尚书大人却在我耳边冷笑：蠢货，他早与我女儿过了更帖，让你顶替，本就是他的主意。我不信，他便拉着我当面向顾远霜道谢：大人，多谢你的替身之计，才让我女儿不必受这流放之苦。然后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顾远霜竟愕然反问：什么计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尚书府真千金。我被认回的时候，惊动了半个国公府。大家哪里想到，我一个服侍二少爷的丫鬟，竟有个这么不赖的出身。我按下心头激动，又穿过恭贺的人群，走向那位尚书大人。我是现在就要走吗？可以等二少爷回来吗？早在2个月之前，顾远霜奉命南下安抚流民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尚书大人冷冰冰地说了句：不可。话音刚落，他意识到不妥，又缓和了语气：尚书府离国公府不远，以后总能见到的，快跟我走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上了尚书府的车驾。但临行前，我仍不忘交代国公府的人，等二少爷回来，一定要同他说我的去处哦。得到允肯，我才终于安心了。到时候顾远霜会来找我的。我很快就把心思放到了眼前这位尚书大人身上。因为紧张，我不停偷瞄他。他看起来很严肃，也不说话，更没问我从前经历了什么，为何会在国公府里为奴为仆。但我猜他应该是提前打听过了。我是2年前才进的国公府，在跟国公府扯上关系之前，我靠着给道观外头摆摊的挂师拉生意来赚钱。这活有时好干，有时很不好干，得看遇上谁。要是碰上的是顾远霜这种本来就会点卜算之术的，那只会被他冷笑着戳穿。田宅无光，印堂发暗，看来你骗来骗去也没分到多少啊。我涨红了脸，又羞又恼。可见他这身打扮金贵不凡，就知道是我得罪不起的，只好闭起嘴巴不说话。挂师嫌我不中用，索性收拾摊子，换到别的道观去，还不要我跟着。我留在原地，眼睁睁地看着新来的挂师占据了那块地方，把摊子支了起来。我站了会，鬼使神差般掏出几枚铜板往摊前一坐，问他我以后的着落。他说我命里有贵人，且在不久之后就会遇到。然而在我起身之后，听到他对第2个施主也说了同样的话，还是忍不住哭了一顿。泪迹还没干透，就蹲到了刚从道馆里出来的顾远霜。我跟在他身后，说自己以后不骗人了，还说是听他的话才决定以后要改过来，不知是变白还是在献殷勤。就这样一路跟着，跟进了国公府，当上了顾远霜的丫鬟。再往上就是顾远霜的侍妾。不过他还没纳我，原本是等南下回来再做打算的。没想到一夜之间，我的身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成了御尚书的独女，尚书府的千金疙瘩御秀秀。刚下马车，就看见尚书府的人正粗鲁地驱赶贾千金，嘴上还谩骂不休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一个冒充的货色，养了你几年就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？还敢赖在这儿不走，也不怕遭人嫌？呸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！贾千金涕泪交加，死死地拽住门柱子。我才是玉秀秀，我才是！凭什么把我赶出去？但混乱中，他还是被人强行携了起来，塞进一顶又小又破的轿子，在颠簸中被送走。贾千金不在之后，我就成了尚书府的秀秀小姐，穿金戴银，好不招摇。但这锦衣玉食的日子还没捂热，突然有一群官兵冲了进来，喊打喊杀，翻箱倒柜。奴仆们惊慌乱窜，纷纷说御府被下了抄家圣旨。我被押到厅前的时候，圣旨正好宣读到御史一门7口皆喜于南荒瘴疠之乡，这是举家流放的意思。我猛然看向御尚书，他比想象中冷静，已经把脑袋重重地扣在地上，陈领旨谢恩。
似乎在今天之前就有人跟他透露过这消息。一个清晰的想法顿时从脑海划过，我不是真千金，而是替死鬼。我不是玉秀秀，我是替他。话没说完，玉尚书冲过来，一巴掌落在我脸上。无知小儿，你敢抗旨不成？我被打猛打疼了，转头撞上玉尚书阴森的眼神，好半天才想起自己要说什么。你不能让我代替他流放，否则顾远霜回来之后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原本是打算娶我的。娶你？玉尚书的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。二少爷确实有娶妻的打算，只不过是要娶我的秀秀，年前已经过了更帖。只是我玉家倒霉，招来今日这场灾祸，婚事只能这么算了。但二少爷以后也一样会护着他。说完，玉尚书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。还娶你呢？真把自己当秀秀了是吧？要不是需要找人来替他，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狠狠的话一箩筐的砸下来，落在我耳朵里，听得最清晰的是更帖二字。前阵子，顾远霜的母亲国公夫人来了他院里，我连忙去泡茶。回到门口的时候，听见国公夫人对顾远霜提起和八字的事，我心里砰通一声，想起昨天晚上顾远霜亲口对国公夫人身边的嬷嬷说要纳我当妾的事。对于这事，我明明是心存犹豫的，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。等国公夫人离开之后，我转身就把自己的八字帖翻出来，巴巴地递到顾远霜手里。顾远霜看了一眼，就随手放到一边。你给我干什么？和八字啊？孟讨，你的身份还够不上这礼数。我一直不明白，直到听到玉尚书这番话，我才明白顾远霜那天想合的是谁的八字。我从前虽然跟卦师搭伙过好一段时间，可他本来就是半吊子功夫，又总防着我偷师，没教过我卜算之术。但即使不曾学会，听也听多了，也知道这遭是碰上了所谓的命劫，唯有穷尽最后一点乐观，盼着挨过去就好了。只是许多事不是靠着自我安慰就能了了的。一行负责押送的官差里头，领队的不知道哪逍遥去了，而酒足饭饱的差役趁着来巡视，用力地掐了一把前面那姑娘的脸颊。姑娘双肩发抖，却不敢哭出声，更不敢躲。我眼睁睁看着，脸上也莫名跟着发麻。忽然后边掠过一阵马蹄声，那差役连忙松了手，小跑过去。紧接着一道透着训诫的声音响起来，这些人既已经在受罚，就没有再额外受罪的道理。是，顾大人说的极是，但小人也是看他行为鬼祟，才上前探究一番。你们都投呢？一听这话，差役顿时换上哭丧的语气。回顾大人，他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一脚踩进崖底，发现的时候人都僵了。等第二次听到那个称呼，我猛地把头抬了起来。我没听错，他喊的是顾大人。算算日子，顾远霜也差不多该从南边回来了。没想到能在半途碰上，谢天谢地，谢昨夜那场耽搁了脚程的暴雨，否则今天不会这么凑巧。我也不用再受罪了。但他还没发现我，我模样凌乱不堪，又夹在一群醉奴里。我张大嘴巴想喊出来，可无论怎么使劲，喉咙里蹦出的音节始终阴哑模糊。出发前，玉尚书灌了我哑药，为了保证玉秀秀能万无一失，他已经豁出去了。什么气度，什么良心，都跟那晚被灌进去的哑药一样，连影都摸不着了。声音发不出来，可我又着急，怕顾远霜立刻就要骑马离开，下意识地拉扯镣铐，想扯松些，好让我能过去。可动静太大，一下子让旁边的玉尚书瞧出了不对劲。他四周张望，然后也发现了顾远霜。他不顾镣铐牵制，用力地扣住我的手臂，脸色阴沉。怎么？你想搬救兵？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？我告诉你，人家还就乐意让你当秀秀的替身。我没搭理他，可他一直不松手，生怕我真跑到顾远霜面前去。我心一横，就要把脑袋往坚硬的镣铐上撞，死活都要闹出点动静来。你这是作甚？玉尚书迅速拦住我，他被我气得胡须都在颤抖，咬牙切齿道：好，你不信我说的话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。话音刚落，玉尚书突然大嚷一声，
引来了顾远霜的注意。顾远霜看过来时，神情惊愕，似乎并不知道玉府的遭遇。玉尚书跌跌撞撞地过去时，我也小心翼翼地跟进了。顾大人，玉尚书语气悲戚，我为官不正，幸得陛下仁慈，才让我苟活下去，只是连累了家眷，心里不安啊。你家中余人也都在这里面了吗？玉尚书点了点头，却突然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。但秀秀，一切安好，多亏了大人当日为我使了个好计谋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稍稍抬了抬头，顾远霜并没看过来，脑袋又慢慢垂下去，手指像没有知觉一样反复抹撒着地上的沙土。是啊，京城孤女之多，尚书府寻亲怎么偏偏寻到了国公府？可我偏偏没看出蹊跷，着急地信了尚书府的说辞。我那时太想要一个好身份了，只是一路以来没得过什么教导，更不曾习字明理，以至于总是瞎忙碌一通，给自己搂来一个又一个麻烦。他们后来还说了什么，我没再听清，直到顾远霜提高声音，问了差役一句，这群罪奴里都有些什么人？差役逐一数过，最后说都是些有过一官半职的，再加上他们的家眷。紧接着赶紧添上一句，顾大人放心，为表天子恩典，咱们会用心押送的。顾远霜的目光仍落在玉尚书身上，又皱了皱眉，似乎对他这副惨状心有不忍。新的都头什么时候过来？差役犹豫了，怎么也得下一个驿站吧，好几十里呢，说不准。他们也不愿意过来，这日晒雨淋的，当真是个苦差。顾远霜沉默片刻，轻吁出一口气。我有份要紧的文书落在了南边，本就打算折返的，既顺路，我就暂行看管之责了。是，顾大人。我愣了愣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算了，往好处想，有顾远霜在，起码明面上不会再出什么乱子。我不禁转过头，悄悄看向昨晚新拾得的囚犯，沉重的木枷锁在他颈间磨出了一道刺眼的红痕。其实近日的看管已经松了许多，白日只戴镣铐，不用戴木枷，偏偏昨天夜里出了岔子，差役动手动脚的毛病又犯了。最先被选中的倒霉蛋是我。玉尚书装睡不语，是身旁的另一个囚犯，在差役嬉笑着伸手探向我的时候，侧身一步，以加身硬生生隔开了那污浊的手。差役勃然作色，拳头高高扬了起来，突然有同僚过来相劝，罢了罢了，这厮还有家人在京中呢，不值当。这才悻悻收了手，还啐了一口，唉，有些人还以为自己是昔日风光的世子爷呢，实际上啊，不过是只被赶出来的败家犬。那人被指着鼻子骂，脸上却没什么反应，只垂眸冷冷一瞥。差役自觉无趣，寻别的乐子去了。余下众人开始窥探私语，我听他们说他是司徒家的人。司徒和天子一个姓。玉尚书这时睁开了眼，懒洋洋地张口，让我少惹麻烦。可现在麻烦不在我身上了，司徒生把差役给得罪得彻底，所以今日即使到了白天，也不许他把木枷取下来。我盯久了，他也抬头望过来，突然开口，他不像是你的家人。他是指玉尚书吗？急迫地发出微弱的音节，又怕他听不清，下意识比划了两下，指了指玉尚书，又摸摸自己的喉咙。你是个哑巴？他看懂了一半，但泪珠已经在我眼眶里打转。这些天我要说的话一直说不出来，也没人想知道我静默一路的原因，在不得已的沉默中像被隔绝了一样。但这份激动没维持多久，很快又冷静了下来。刚发现司徒生的嗓音也沙哑得厉害，嘴唇更是干涸苍白。记得早上经过水洼的时候，差役依旧没让他喝上一滴水。我四处看了看，然后回到玉尚书身边。水？玉尚书瞪了我一眼，不是刚喝了没多久？我哪来的水让你喝？他是没有水，囚犯们都没有。如果渴了，就只能忍着走到下一处有河泊的地方。但我不依不饶，先是紧紧盯着他，然后把他的视线引到不远处的玉远霜身上。你瞎惦记什么呢？顾家那位肯留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，我好端端的给人添什么麻烦？我像没听到一样，依旧重复着，水，近乎执拗。
但我看得清楚，顾远霜之所以会同行，就是因为他念及曾经的准岳丈，只要御尚书出面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御尚书被我磨烦了，不耐烦地甩开我，拖着镣铐去找差役。差役面上看着不情愿，但还是上前去跟顾远霜禀报。果然，差役回来之后，让大家停了下来。歇息一会，顾大人要点卯和燕人饭，我正好去打点水。话音刚落，顾远霜也过来了。他骑在高头骏马上，身形挺拔冷峻。文书吏把名册递给他，然后开始核对。张赛、张良士，每念一个名字，便有一声虚弱或麻木的应答。玉秀秀，我早已经做好准备，喉咙里挤出一点微弱嘶哑的声音，在。与此同时，依着规矩，极力控制着幅度，将头极其轻微地，几乎是象征性的向上抬了那么一丝。差役最开始就说过，如果想少受些罪，最好就把规矩守死了。这就是应答的规矩，以示并未藐视上官。但我实在不想在这种情形下跟顾远霜对视，所以很快又把头垂了下去，垂得很低。然而预想中下一个名字并未立刻响起，我将在原地，能感到那道探视的视线落在自己方向，心跳如鼓，却不敢抬头分毫。差役也察觉到了这不寻常的停顿，小心上前：“大人，有什么不妥吗？”顾远霜似回过神，低声呢喃了一句：“真相。”随即恢复冷峻：“无事，继续。”我松了口气，仍然盯着地上看，仿佛未闻。不久，终于盼到差役把水送了过来。就在顾远霜眼皮子底下，他们不好故意漏掉司徒生，只能一块给了。我亲眼看到他喝了下去，才转过头喝自己那份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道冷哼：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讨水是为了谁。”御尚书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离他远点，这人犯的事不是一般大。伙同母家贪污军饷，要不是誉王求情，他得跟母家其余的所有人一样，人头落地。你再挨过去，小心把我们御家给连累了。”可他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这样说了，我便觉得连累御家，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吗？我本就是个假冒的御家人，连累就连累了。我恼了御尚书一眼，然后像是赌气一般，又走到了司徒生的身边。司徒生察觉了我的靠近，但没有点破，只默许了我的存在。歇息的时候，他静静地看了会儿，因为正在努力练习发声而愈发难受的我，忽然低声开口：“是后天才哑的。”我点点头。张嘴。我昂起头，张大嘴巴。没坏透，但也没有医治的机会了。即使撑过一路艰途，到了南边，一样要服役。可第二日醒来，发现司徒生已坐在不远处，手上捻着几株带着泥土、形状古怪的草茎，嚼碎吞下去。那药草味道极其苦涩辛辣，混杂着泥土的腥气，难以下咽。我依言照做，可我一直不知道药草的来源。白日同行，我没见过他采摘东西。但入夜之后，因为嗓子灼痛，眼睛怎么也合不紧。忽见身旁的司徒生动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解了镣铐，起身的动作也极缓，每一步都轻得像猫，竟未惊动任何人，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营地旁的黑暗里。连日奔波，差役们也早已松懈，尤其今夜大队人马入驻了驿站，只留3、2个人在外看守，倒也都放心，毕竟都知道我们这群人早被磨掉了所有力气，谁还跑得掉？所以留守的人便也偷懒，靠着背风处打起了盹。可我没松懈，紧紧盯着他消失的方向。如果被发现，可视为逃跑者，当场就能诛杀。时间过得极慢，每一息都煎熬无比。终于，一个模糊的影子再度出现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打盹的差役猛地咂咂嘴，脑袋一歪，眼看就要睁开眼。我脑中一片空白，身体却已先一步行动。我猛地扑到那差役脚边，扯出一个极其卑微谄媚的笑，忍下灼痛，一字一字地引走他的注意力。官爷，行好，赏点清水行吗？差役被吓了一跳，去，别烦我。正说着，他就要站起来，可司徒生还没回来。我扯住他裤脚，皮笑肉不笑：“官爷，你能让我看仔细些吗？”什么？你印堂红光隐现，
此乃一马心动，不日必有升迁之喜。我说的艰难，但每蹦出一个字，差役就忍不住凑近一点，最后耳朵都快扎到我嘴边了。再说些，再说些。我勉强的笑笑，继续在脑子里搜刮骗人的伎俩。没想到流放一场，还能干回老本行，更没想到行骗的功夫依旧熟练。当初也是因为行骗，才误打误撞的碰见那人，后来装的几分可怜，谋得他的收留。跟了他之后，就真的再没骗过人了。做错了事就会认罚，心里那点喜欢藏不住了，也老老实实坦白。当时他没生气，也清楚明白的说了，不日就会让我进门。我觉得他也是喜欢我的，如果不是喜欢，又怎么会跟我谈婚论嫁？虽然我大概会是个妾室，但两人的身份就摆在那里，越不过去的身份。只是没料到他有了更看重的人，就会把我当作就物件一样丢出去。这大概就是报应。以前我靠着糊弄人讨生活，如今老天爷就把我最真的心意扔给了一个根本不会当真的人。夜阑人静，顾远霜处理完公务，无意打落了随身携带的招文袋，红色的铁签划了出来，有几分眼熟。仔细回忆，才想起是他的八字。当初收下时，他嗤之以鼻，认为纳妾无需合婚此等虚礼，但还是随手塞了进去。这算是凭证，证明它是归属于自己的。把它和其他重要文书、私印放在一起，也是因为这是他东西的一部分。正要重新收回去时，突然又改了主意，认真拿在手上端详，倒不只是看看，还起了卦，说不清是为什么。大概是因为和验人犯时看向队伍中的那一眼，太像他了，像得让他这2日心里都莫名拧着，不得安宁。蘸着烛光，将帖子和纸笔一同展开，几息之后，脸色泛白。冲克太岁，又逢阳刃倒戈，死劫就在当下。捏着那张单薄却沉重的红帖，顾远霜下意识走几步到窗边，目光如鹰隼般扫向驿站外不远处那片死气沉沉的营地。火光微弱，人影蜷缩，但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从营地边缘黑暗处悄无声息摸回来的身影，是世子司徒生。那人行动间根本不受镣铐所困，且刚从管制区域外返回，换作差役看见，必下令擒拿。但这跟顾远霜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又不是真来当这老屎子看管人的。视线漠然地从那个敏捷的身影上掠过，继续在那些蜷缩的人影中搜寻。司徒生攥着刚采到的药草回来了。返回营地的路很短，他却走得极其缓慢。黑暗中，他有无数次想转身，就此走入更深的荒野，可能会远走高飞，也可能是寻一处断崖，纵身跃下。这个念头在他心底酝酿了数日。镣铐那玩意根本困不住他。以前在军中碰过的机关多了去了，撬开这等裂铁并非难事。可是那个小哑巴已经能发出一些声音来，若他走了，明日清晨谁来给他药草？就为这一点莫名其妙的牵挂，又一次走了回来。终于潜回了营地。最先映入视野的是小哑巴，他对着差役笨拙地比划着什么，瞬间明白他是在为自己打掩护。方才那点一走了之的念头，瞬时显得有些混账。至少在这个鬼地方，还有人在等他回来。司徒生终于在身旁坐下了，他把新采的药草递过来。我这回吃进嘴里的时候，一点犹豫也没有，也不怕苦，反复的咀嚼，生怕浪费了。毕竟得之不易。吃完，又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药效，在司徒生耳边说些零零碎碎的话。南边是不是很热呢？蛇虫是不是也很多？我都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。老家在晋都东边那个，离京城不算特别远。就这样，直到把力气都说没了。夜晚又重新安静下来，偶尔响起几缕风声，还有隐隐约约的狼嚎。我断断续续地问司徒生，刚才出去有没有碰到狼？没有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我说，但我知道一个和狼群有关的故事。老狼王独吞下这属于整个狼群的存粮，反过来诬陷是自家幼子吃掉的，还领着整个族群将他驱逐撕咬，以平息众怒，保全自己。那只被赶出去的孤狼心灰意冷，
想赴死时，却在荒野里遇见一只同样被家人唾弃的小狼。小狼不会嚎，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能憋着，但它那双眼睛很亮，咕噜噜一转就能发现每一条可以藏身的沟壑，能找到被其他野兽遗漏的吃食，靠着这些活了下来。孤狼觉得小狼真有意思，但小狼的家人却依旧连丝毫的爱护都不肯给他。我嚼药的动作慢了下来，侧过头，惊诧地睁大了眼，直直地看着他。我听懂了故事，也听出他是我为同类的怜悯意味。咽下满口苦涩之后，我面露难堪，用着粗粝的声音把真相说了出来。我当然得不到爱护，那本就不属于我。嗓子隐痛，但我仍要继续。我不是玉秀秀，我是孟桃。话音刚落，突然有一抹阴影将我笼罩住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双修长的手扶上我的脸侧，将我掰了过去。顾远霜。月色映照下，他眼里的震惊清晰而具体。铁链拖地的声响打破了一舍的寂静。差役押着玉尚书走到门口，便粗鲁地将他推了进来。尚书头发散乱，惶惑地抬头，一眼先看到了主位上面沉如水的顾远霜。他紧绷的脊背瞬间松弛下来，甚至挤出一个近乎低声下气的笑容。顾大人，是上边来新旨意了吗？是好是坏啊？但话没说完，他的笑容突然僵在了脸上，只因视线偏移，看到了安静坐在一旁的我。还不解释吗？顾远霜寒声开口。玉尚书被问的一愣，下意识地带着浓浓疑惑反问道：大人，此事难道不是你给下官使的计策吗？顾远霜皱了皱眉。玉尚书连忙说：此前我问过你，若遇祸事，如何保全幼女？你当时答了句，在旁支里找个愿意去替上名册的就是了。那时选秀一事沸沸扬扬，你难道问的不是如何避开参选吗？玉尚书脸色发青，那自然不是，大人和小女既有婚约，那定是不用去参选的。他边说边探看着顾远霜的反应，突然屈下膝盖，重重地跪在地上，流出2行浊泪。秀秀体弱，连淋了雨都会大病一场，当真是撑不过这千里流放的，只怕不出1月就剩枯骨一副了。他说的激动，甚至往前踉跄了一步，镣铐哗啦作响。我本来想赶紧把秀秀嫁进国公府的，可大人当时走得急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才走了这步棋。顾远霜闭目片息，又缓缓睁开。秀秀藏在哪里？玉尚书倒背如流，京城西面60里有个叫白石滩的庄子，秀秀就安置在那里，对外说是庄头的亲戚。白石滩，顾远霜似乎是怕自己忘了，重复了一遍。是。玉尚书不禁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。突然他伸手指了我一把，其实这事儿一开始也不是找上他的，我找过好几个姑娘，可她们都哭哭啼啼不信我，只有他立刻就信了，反复地问他以后是不是就成了玉家嫡女。这我真不是特地冲着他去的。顾远霜怔住了，我不自在地绞了绞手指。玉尚书撒过许多谎，但刚说的话却是一字不假。他找过来的时候，我痛痛快快就信了。我确实以为自己从此就是玉家的千金，和国公府的少爷当时很般配的，所以离开国公府那天，我千叮万嘱他们，务必要把我的事告诉顾远霜，让他知道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。这点虚妄的念头一冒出来，就冲昏了头脑，也让我陷入了那一点点的父爱假象。还没尘埃落定前，玉尚书还是会对我露出慈爱音容的，和那天来接我时的态度相比，一个天一个地。愈发难受，喉间不自觉地溢出一声呜咽。然而下一刻，声音戛然而止。我惊诧地看着顾远霜一脚将玉尚书狠狠踹倒在地，不等我反应，顾远霜的靴子已然踩上玉尚书的脖颈，力道很利，几乎能听到骨骼受压的咯吱声。玉尚书整张脸瞬间涨成紫红，眼球暴突，喉咙里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窒息声，双腿在地上疯狂蹬踹。你一个老狐狸跟一个后宅丫头耍这种心眼，很得意？玉尚书根本无法回答，只有更剧烈的挣扎。顾远霜一字一顿清晰复述：西面60里白石滩。霎时间，
玉尚书眼中爆发出极致的恐惧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已经没事了。冰凉的水碰到我的脸颊，让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。顾远霜拧着帕子，用力地清理我脸上身上的泥污血痂，语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结已破，不会再有什么事了。结？我哑声问。他放下帕子，从怀中取出那张几乎被捏皱的八字红帖。替你起过一卦，死结已应在此处，往后便无碍了。待晚些得了空，我再好好合一下你我八字，算个吉利的日子。回去便将亲事办了，给你个堂堂正正的身份。这是我梦寐已久的画面，但如今听到，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雾，看不真切，也摸不着，由心而生的欢喜。鬼使神差的，我问出了心头疑惑。你神机妙算，可还能算出来我现在不想跟你回去吗？他替我拢衣襟的手突然顿住。为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一名亲卫快步走入，呈上一封信件。大人，京城密信。顾远霜伸手接过，拆开后，目光迅速扫过纸面，脸色一凝。是什么？我下意识问，心中莫名一跳。他没有瞒我，将信纸递到我眼前，忽然想起我不识字，便开口说了出来。誉王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，催促我帮他料理司徒生，说是不必让他活着到南乡了。我皱紧了眉头。他们可是亲生的。顾远霜，誉王偏爱妾室和庶子。一股寒意窜过四肢，虽然极力克制，但那份紧张恐怕已清晰地写在了脸上，被顾远霜看在眼里。方才那份被拒绝的疑惑似乎找到了一个模糊的出口，语气带着连他自己可能都未曾意识的急促和探究。你和他这一路很相熟吗？我每每看他，身边都待着一个女子，就是你吗？刚刚找到你的时候，你也是在和他说话。顿了顿，其余人都睡了。相熟，是我，他给我带药回来，我等他回来才睡。我一一地慢慢地回答。顾远霜沉默片刻，突然伸出手按了按我的喉咙。到了南边，给你找大夫。在他思索那儿都有哪些名医时，我忽然抓过密信，转身跑去见司徒生。司徒生看完信，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。过了会，极轻地笑了一声，却没有往日的死气，只有冰冷的恨意。他连这条路都不让我走完，那我就回去。我有些疑惑，回去做什么？干他。言简意赅，我听出了浓浓的同归于尽的意味，心里有不舍，却没有劝阻。他的母族因此而亡，现在连自己的性命也被一纸轻飘飘的密信左右。到了这地步，已经没有任何可徘徊的余地了。人活一世，总有那么一两样要紧的东西，是会豁出命去争个明白的。我从前不还为了一个身份赌上所有吗？你去，我拖住他们，就一会。在他脱掉镣铐的刹那，我猛地回想方才玉尚书窒息的模样，跑到差役旁边，一样倒地，双手死死卡住自己的脖子，发出痛苦的呜咽。他们顿时有些慌神，毕竟已经知道我和顾远霜关系匪浅，怕我在眼皮子底下出了事不好交代。几人立刻围上来查看，乱作一团。就借着这短暂的混乱，司徒生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。可就在这时，我抬了抬眼，望向了驿站那边的马厩。我刚才就听见了动静，月光下，一人一马静立在那里。是顾远霜，他不知在那里看了多久。若是以前被他看见我这副装疯卖傻、坑蒙拐骗的模样，我定会觉得难堪。可这时，我心里竟有些松快。我方才是不是帮上世子了？就像在旧时岁月里，我也是靠着这点小聪明，一次次帮自己渡过难关。如今能护得他人周全，便觉得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本事也有了它的用处。我利索地从泥地里爬了起来，朝着那一人一马跑了过去。顾远霜和我在南荒边城停下来，他去寻名医给我治嗓子。药方奇特，总缺一两味罕见药材，他少不了要去找。期间，京城消息陆续传来，誉王于府中无端暴毙，死状凄惨。其宠爱的庶子离奇失踪，妾室拖着一条断腿，疯疯癫癫闯上金殿，哭诉出誉王历年罪状。次日，
仍有一口残气的树子不知被谁抛在街头一角，朝野震动，人心惶惶。真正的玉秀秀也被带到了南荒。顾远霜并未如何他，只将他送到他父亲处。玉尚书自那日后便又痴又傻，眼歪嘴斜，终日只会淌着口水，发出呜呜的怪声。而玉秀秀需要亲自照料这个他曾经无比依赖，如今却令他恐惧作呕的父亲。他战战兢兢，不敢靠近，几次想逃。偶尔那痴傻的老人眼角会溢出浑浊的泪，也不知是清醒的悔恨，还是纯粹的病态。我的嗓子依旧没好全。医馆里大夫说余毒未清，得继续服药。从医馆出来的时候，在巷口遇到一个孩童，脏兮兮的手拽住顾远霜的衣角，另一只手指着躺在地上捂着肚子哎呦喊痛的老妇。破绽不少。我以为顾远霜会揭穿，他却只是顿了顿，摸出余下的碎银，放入那脏小孩掌心。小孩瞪大眼睛，又咧嘴一笑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趴到了地上，殷勤地给恩主擦靴子，又扶又吹，倒把头上的2个大人吓了一跳。医馆里的人听到动静，拿着扫帚出来赶，脚底抹油，开溜。顾远霜目光沉静地看着，忽然转过来，轻声说：“孟桃，如果回到道观里的那一日，我不会去和你说上任何一句话。你所挣扎的世界，所信奉的生存之道，早在进入我视线之前就是这样周转的，和我无关，我却要把场子给砸了。你日日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可我怎么好像才看见你？”我看着他，声音依旧沙哑，却很认真，还是会被别人揭穿的。你教我卜算吧，我想真正的学门手艺。他微微一怔，终究点头，好。我学得极认真。出师后第一次起卦，下意识地选了那2人。一为司徒生，卦象虽险，却暗藏生机；二为顾远霜，推演至最后，心里一沉，好凶的卦象。我扔下试草跑出去，却便寻不见。仆从过来，慌慌张张道：“问清楚了，大人找药材去了。”可那东西长在老林里，遍布瘴气的地方，心生不妙，正四处打听怎么进那瘴林。此前那个来讨过钱的小脏孩，竟领着几位乡民赶来。姐姐莫急，我们认得路，知道从哪里进去。可临近瘴林时，竟碰见了顾远霜的亲卫。他立即把几株沾着露水的药材递给我。最后一位，齐了。你家大人呢？实在不巧，刚从里头出来就收到京中急诏，一刻也拖延不得，只好快马加鞭赶回去，就留下我给小桃你送药。大人说让你尽快把药煎了，正是药效最好的时候。我握着来之不易的药材，用力地说了句好，连服多日，嗓子虽比不得从前嘹亮，却终于能顺畅言语。一日，我正在晒药，一个有些陌生的身影出现在门边。不穿囚服的司徒生，背脊没有被木枷压弯的司徒生，比起从前变了许多，但不难认，如君样，人间少。我试探地喊了他的名字，他笑了笑：“你说话的声音真好听。”我也笑了，犹豫片刻，还是问出了口：“你从京中来，可知他？”司徒生笑容微敛：“活着的，你放心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中一块大石落地，却又漫上另一种空茫。你呢？日后有何打算？他问。先回京城一趟，有些旧物要取，然后可能回晋都，那里四季如春，也没有瘴气。司徒生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那就不同路了，我得去趟边塞。去做什么？去把我那匹叫雪松的小马驹带回来。当年被仓促调离，没能带上它，送它至城外。我忽然张开嘴巴，对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声喊道：“骑着你的雪松来晋都找我吧。”好，一言为定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